前几天就是满了4周年，我觉得可以趁这个时候我们来互相聊一聊。我懂你很想结婚的心情，一直被这两边的事情这样卡着的时候，我自己其实会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很有压力的事情。结婚的事对我来说，你的想法最重要嘛，然后对你来说是我最重要。就是要不要去结，我觉得就完全是一个更简单的问题了。影片开始之前，要帮我们订阅、按赞跟开启小铃铛哟。来个啾！大家好，我是卡卡，我是贝拉，我们是阿卡贝拉。好久没有用这个开头了。对啊，因为我们前几天就是满了4周年，这一段时间我们经过很多事情，搬家我们也搬了3个家，换了工作团队，但我觉得最大的是我们自己心路历程上面很多的调整跟变化。对，我觉得可以趁这个时候我们来互相聊一聊，我们各自准备了几个不同的问题，然后对方都不知道。你的问题感觉很难耶，你先好，你先。我先吗？我先吗？你先。好。这问题不算难吧？算难啊，算是你教会我很多出社会之后的那个吧，该怎么应对跟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工作这样子。毕竟我没有出过社会吧，应该这样讲，没有在真的职场上班。你有打工过啊？不太算，因为打工不会接触到那么多人事物。对，那么多人事物，你打工就是每天你只要做同一件事情就好。可是这个比较偏工作的，如果是跟我们2个相关的，就是我们这4年的感情变化，从热恋期到磨合期到冷淡期吗？有冷淡期吗？然后到就是现在老夫老妻期，很烦，很烦。你说的很烦，是觉得很厌烦，还是说我本身这个人很吵很烦？你本身这个人很吵很烦。我本来想说要来一点感性温馨的时间，就完全没有。你想要今天是个搞笑剧，是不是？是好像要说也不能说有什么很多感触但我觉得就是在发生每件事情的时候，都会有一些东西进到心里的感觉。好，没关系，我什么都没问到的感觉。现在其实很像婚后生活啦，我们在一起多久，同居就差不多多久了吧？可能同居还比快在一起的时间长了吧？但我觉得那是一个约定就像开放式关系，然后跟说就是一直暧昧，可是有没有说好你是我女朋友？我觉得，所以结婚对你来说就是有没有说好你是我老婆？这是一个确定的一个约定。就像我当初，我们为什么是9月10号在一起？除了是我们纪念日之外，也是当初我觉得你给我的一个保障。哦，就是你承诺我的这种感觉。当然说这个还有一些法律上的保护啦，可是我觉得主要是你的心意有多大，然后你愿意为了我许下这个承诺吗？就很像租房子啊，你现在租这个房子，可是这个房子不是你的。就你还是住在里面，其实住的都一样，但是是不是你的就是有差。我觉得对我来说是这样啦，我知道对你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因为我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其实是一个不婚人士，就是我自己是觉得结不结婚都没差的那种人。为什么你会不想婚？因为我觉得可能几岁？2岁吗？你说2岁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是不婚人士吗？对啊，我觉得大概是国中、高中的时候会这样觉得。你那时候不是都还在跟男生交往吗？不管是跟异性还是同性交往，现在对于结婚的感觉都还是差不多。可能我觉得结婚就是多一个束缚吧，承诺的束缚，就很像你现在说好跟我在一起，那你就不能去交其他女朋友一样，它也是一个束缚啊。对，但我觉得结婚的责任好像更重大一点。你有什么责任？你觉得重大到你不能承担？就是现在想想，好像也没什么责任，就只是多了一张证书的那种感觉。就你觉得那一张证书有或没有都没差。对啊，我可以懂你的想法啦，但你可以懂我的想法吗？我可以。那你当初干嘛跟我求婚？因为你很想结婚啊。什么？那我们就真的去结啊？没有啦，我觉得没有做一半的好不好？求婚我觉得算是一个把你定下来的那种感觉吧。什么时候会结就是不知道，但是我一定会跟你结婚，就是有点类似这种感觉。那这样子的这个感觉会不会很像现在，反正都要结啊，现在一直不结，是不是在拖？也有很多人交往了10几年都还没结婚啊。应该说结婚也是一笔钱，然后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说是直接去那个事务所登记的那件事情。但因为这件事情我也跟我妈聊过啊。好吧，反正你现在觉得就是要听信算命老师的话。然后眼睛好痛。OK， 好。反正就是有一部分是
因为算命的关系，然后有一部分也是因为我妈她就是不会反对我们两个结婚，她反对是这个时间结婚，就是应该是说我懂你很想结婚的心情，我也没有不想跟你结婚，只是因为一直被这两边的事情这样卡着的时候，我自己其实会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很有压力的事情。你说现在感觉比较像是不知道听我的还是听你妈的感觉吗？对，那如果听你自己的，我就是不知道我自己就是觉得怎么样比较好。反正每次讲到这件事情，我觉得很烦。那我们平常聊的时候，你好像没有那么情绪激动。就我不想让那个情绪出来，然后影响到你。现在我们两个都要聊一聊，我就干脆把这件事情也拿出来讲。这个情绪、这个想法，总有一天要拿出来讨论。就是你可能一直很期待这件事情，可是我会觉得，如果我今天把这件事情又拿出来讲的话，感觉好像就是把你那个期待给浇熄的那种感觉。就我觉得我也不想要逼你去立刻决定，或是就是一定要你答应。我要讲什么忘记了。我觉得与其是就是让我一直期待着，然后可是不知道是要还是不要，然后不知道这个要结婚这个答案我是不是要再等个5年，还是我这个不要的答案是我再等5年，然后才等到不要。就感觉与其是一直等着然后不知道答案的话，我觉得那就早点面对可能还比较好。我是想跟你结婚的，就是这件事情是确定的，就是要等。听起来比较像是就是确定要我再等3年这样子，刚好是交往7年，确定你们度过7年之痒以后，然后再去结婚那种感觉。你觉得这个应该是说，我觉得这个是很保险的做法，但我确定这不是我想要，就也不是说不能等，可是就是会觉得我自己不想要。为什么不想要？看来我真的很会选问题，把我们两个自己都问哭了。结果这部片都在哭。整部片都在擦眼泪，才第几题？第二题而已，刚早早就素颜。对啊，我刚化妆化那么久，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很没安全感的人吧，可能家庭环境跟我本身个性都有关系，就很像是当初我们刚认识，然后我会觉得，你喜欢我，可是你不跟我说你到底要不要跟我在一起。我觉得我很不喜欢待在不安全感的那种感觉里面。连我就是很确定跟你说，我就是会跟你结婚，就是所有事情都确定好，就只需要等待那个时间，你也会这么没安全感。结婚的是对我来说你的想法最重要嘛，然后对你来说是我的最重要。就是要不要去结，我觉得就完全是一个更简单的问题了。我现在不是什么热恋期啊，我不是什么跟富豪交往，然后我还要签婚前协议啊。那如果我妈反对呢？我也还是很重视你妈的想法吧，但是我也很重视自己的想法。大概2-3年前就已经跟我说就是要结婚了，到现在还在因为就是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讲的话，然后去影响我的一生，我觉得。反正我觉得现在算命这件事情已经不特别重要，主要是因为我妈的想法吧。可能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你要自己决定吧。我会觉得好像不够勇敢。是我吗？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被夹在中间的压力到底有多大。每个人都是一直在输出他们觉得的想法。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一直被施加压力的那种感觉。你自己的想法是什么？就如果今天没有我，也没有你妈，就是你会想要女朋友，但是你不会想要真的有个老婆。我觉得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那没关系，我觉得结婚那个东西可以让你思考一下，我自己也可以再想一下。那你会想一辈子跟我一起生活吗？会啊，这个对你来说就很简单了，因为这是确定的事情啊。那你为什么会想跟我一起生活？你不是说我很烦吗？但是很快乐啊，就是相处的很舒服，然后就算我们真的吵架了，都还是会和好，然后也会用好的沟通方式去解决问题。那我觉得现在知道这个答案就好了。那你会去想找小三吗？不，那你去英国还要去找辣妹玩吗？嘴巴上面很爱这样讲，但是我真的做不出这种事情。你不喜欢看辣妹吗？不喜欢。对啊，人性本色嘛，就还是会喜欢。我没有，可能刚刚上一段会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想法跟见解，大家可以留言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希望大家尊重我们2个人的想法，因为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的确是要从长计议的，至少我们一辈子都会生活在一起。目前都是这样打勾勾讲好的。我们只是要跟政府单位合作这件事情一直没有想好而已。我觉得贝拉有这样独立的想法其实是很好的。
我觉得是情绪管理上面可能变比较好。像是他现在念我不会马上生气，我会先想。可是你会在床上转过头，别过身去，然后开始滑手机。但我会听，然后我也会回答。他念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什么？你不要用念的，我就说我跟你讲话。好，讨论。我以前听到我可能会很生气，因为通常我都会说我们，我不是说你。我就觉得在针对你。我就一听到我就觉得他就是针对我，然后就俩拱，然后俩起来，我就甩门出去，离家出走。你凭什么？你凭什么这样教我？什么？还骂我脏话。我现在顶多就是像他说的，就是撇过头，然后转过身。我觉得晚上睡觉前聊比较好，反正聊完以后就睡觉，睡觉隔天起来就有点就没事了，就没事。白天聊的话比较麻烦一点。工作上一开始的经纪公司，然后可能我们中间自己开了公司，然后现在又跟别人合作。最大的改变的时候，应该是在自己开公司的时候。那时候我一开始还很习惯，就是以前有经纪公司，然后大家都会弄好，然后给我们，然后我们就做就好，然后还觉得烦。有自己公司之后，就是你要承担很多事情，然后你要跟你的员工讨论，大家一起开会，然后你必须要有想法可以丢出来什么的。主要想的还是我们两个，我就会觉得他的压力会太大，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就会逼自己去专注在这件事情上面。你现在是女老板了，北台湾 Top 5000的女企业家。我们现在有跟别人合作了之后，以前在讨论事情的时候，我都会以他的想法为主。我不擅长思考东西，我就觉得听他的好，听他的赞，他会需要有人跟他讨论。朝三暮四，我会变来变去，我需要有很多想法，以后有人帮我选定一个。我们变得比较有默契，然后可以合作这样子。而且我觉得，因为现在的合作的伙伴蛮注重个人想法的，可能以前都只会问卡卡说，那你觉得怎么样？然后现在就是会单独问我们两个。那像今天我就只帮贝拉决定她饮料要喝什么，因为她还在睡觉，然后其他东西我都等贝拉起来跟你说。这样子要变成一种习惯，就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划开工作的群组有没有东西需要我回答。我觉得你的各方面真的进步的蛮多的，所以我觉得蛮适合结婚的了。那你又不结，什么？至少我是一个很好的人选啊。我觉得这个我有一个比较变态一点的测验，然后就是我对自己的测验，就是我可能会时不时的选定1-2个人，然后去观察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我有点是不经意的去做这件事，因为我觉得巨蟹座对很多东西很不敏感，可是我觉得对情感是很敏感的。例如说我跟贝拉遇到的状况，或是我 care 的一些状况，我就会去假想我这跟这个人在一起，然后可能就会哇，大概这个时候就会吵架了。然后我有幻想跟我跟 Lisa 如果在一起会怎么样，就好像觉得不太适合。的确有蛮长一段时间，可能有1年多的时间是争执比较大的，可是因为那段时间是你的身体真的很差，我可以理解，因为我们自从搬来这个家以后，我觉得所有一切都变好了，空气都是温柔的。真的，我觉得目前我想不到比你好的选择。因为我以前一直说我想跟姐姐在一起的原因，就是因为可以跟姐姐学习，我想要当那个被领导的人。跟贝拉在一起，我就是领导她的人。贝拉说一句话，她就说：“我不是最厉害，也不是最好的，但是我一定是最爱你的。”看你哭我也想哭。因为我确定我很爱他，但是我觉得他好像是第一个爱我比我爱他还多的人，他就没有什么想法嘛，所以他只能爱我。对啊，脑袋都是空，全部都是爱。一直要他注重自己的想法，不要每天只 follow 着我，所以他现在早餐都不跟我一起吃。这里有一个很具体的时间，那时候我们去欧洲旅游的时候，去年6月，我们都很想要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欧洲嘛，很远，然后也不好去，开销也很大，超大，反正就是各种原因，就很想把这种东西都记录下来。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那是疫情以后，我们第一次一起出去玩，在疫情的时候刚好拍影片，然后刚好就变成了被大家关注的人，然后刚好就变成工作了，反正就顺水推舟嘛，我们就一直努力，然后中间不止拍影片记录，然后我们想了很多企划其实都不是我们一开始想做的事情，然后没有什么喘气的空间，然后加上贝拉那时候开始身体变得不好，然后网络上又很爱骂我们，然后可是我们的个性就是觉得没有必要去多讲什么。说到网络上爱骂我们，我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讲一下好了。那时候去欧洲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有被骂，这件事情怎么哭得比跟我结婚还凶啊？很委屈吗？委屈吧。大家会说为什么我们这么会花钱吗？我觉得可能很炫富，然后有吗？我怎么都没看到。我觉得很难过的点是，就是我们其实也是有的。
你觉得你付出了很多，然后把身体都弄坏了。去年也算是工作快3年，然后我们才好好让自己大放假一次。那么努力工作却不能犒赏自己的那种感觉就很奇怪，就是大家都努力工作，都一定是为了想要让自己过更好的生活，或是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嘛。只是我会觉得大家怎么都只看到表面，每个创作者跟每个 KOL 会走到这一步，其实后面大家都做了很多努力。有一些话真的会影响到很多人，不希望自己被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话，就希望也可以公平的对待每个人。但我还是要谢谢，还是有很多贝果一直支持我们，然后会一直在我们身后鼓励我们。还有我是大贝果。反正就是欧洲的那个时候，我刚才讲的是我们拍了很多影片，然后做了很多直播，然后把自己排得很满，然后好不容易可以休息了，会想要拍很漂亮的旅游影片，还在去加强我们的录影设备。结果我们就有点忘记我们其实是情侣，我们最一开始的影片都超级乱拍的，全部都手机拍的。去欧洲我们就是又飞空拍机，然后又在那边录影，然后我们还要后配音。美其名是去欧洲玩1个月，其实我们有点像连续爆炸工作1个月，有花了很多钱去工作的感觉，然后还被骂。紧绷的时候脾气就会不好嘛，状态就真的蛮差的。那一趟旅程我们好像吵蛮多架的。那你现在想怎样？然后大家都不讲话。我那时候有个想法，决定这趟旅程结束之后，我回来就要跟你分开。我那时候可能也有，但我有点忘记了。我们后来有大讨论这件事情，然后讨论完之后，我就觉得那时候只是我冲动的想法。然后后来我们还是有再去韩国，因为我要帮你过生日。没有，你明明就是想去看 BLACKPINK 的演唱会。那时候就排的比较轻松一点了吧，我记得。那时候就有找到我们2个人适合的步调。我觉得那时候就是我觉得我失去自我了，可是我觉得很奇怪，自媒体就是跟自己有关的东西，然后我怎么会应该是越做越发现自己，我怎么觉得我好像越做越失去自我，我忘记我自己想要什么了。所以我觉得最近我们的 vlog 应该都可以看出来那个画质比较差。vlog 就是想要及时记录生活，然后可是录影机号拿出来，等等，你先不要吃，想吃的感觉已经没了。所以手机至少是最快的，但是我觉得最近的影片我自己也很喜欢，流量的确没有以前那么高，可是我觉得我最近不会被流量绑架了。我后来学会了一件事情，就是与其就是每一天杞人忧天，不如多活在当下一点。虽然割舍了一些东西，但是我觉得我得到了很多东西。我也拍影片，有拍影片的那些影片，我觉得大家都看得出来，我们其实没有拍得很开心。很多贝果也有私底下担心我们的情绪啊什么的。我又会说，可是我现在就是觉得拍的东西不好，然后我不敢去放假。我当时就觉得在这个循环里，我怎么样都是找不到一个答案。我的解法就真的就只是做开心的事情，至少我先肯定自己嘛，我肯定自己，那肯定我的人也会来。至少我们当下是开心的，然后我们也想把这个开心可以分享出去给大家，因为我们拍片的初衷就是记录生活，然后顺便鼓励大家，可以给大家感到开心、感到温暖，这是本来就是我们拍片的初衷。但是我也不会否定以前拍过的任何片，我觉得全部都是经历，然后才知道自己大概是怎么样的人。会稍微有吧，我就比较算欣赏啦。自己有经营品牌，然后也是网红。可是我之前会觉得，如果网红只是副业的话，然后主业是其他的话，我觉得比较不会这么影响生活。因为他们也算是老板，有空的话他们就会一起开车到处玩。我就想想，我觉得好像最羡慕就是开车这一段而已，因为我开车技术太烂了。然后我真的很不敢开。好啦，我会去学。我们现在加入一只需要关注的小孩。我觉得不会，我不可能会遇到韩少喜吧，但前提是认识他，然后遇得到他，然后聊得也很来。好啦，虽然这个问题没什么好问的。如果可以不用负责任的话还不错啊，如果你觉得没差的话也还不错啊。好，那我如果允许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应该会觉得好爽，但是好像也不会去做但我觉得你可能会。我本人很想做的事情就是变得很会投资，我就不用出去工作。我们2个一起的话吗？我还以为你想当歌手的，原来是要搞投资啊！但是你要有钱才可以当歌手吧？做你的歌好贵哦，所以这2个是要并行的。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2个自己做一个品牌的话，我可能会觉得蛮好玩的。然后你确定做品牌很好玩吗？越了解越害怕。我们可以2个人自己制造出一个只属于我们2个设计的东西，我就觉得好像蛮酷的。我们可以制造出自然人宝宝跟法人宝宝。你呢？你会有我自己想做的话，我还是想要一个品牌，但我本来一直以为你不会想参与。我觉得可以乱设计一些东西，我觉得蛮好玩。你要不要先想一下成本？
也可以一起玩一个作品，你知道乱花自己爽就好了，没有一定要顾及成本。自己还会很想要，就还是会想成为画家，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的画比较多都是随着情绪摆动的，但是我想要有更多更细致的元素吧。想一起做的事就很简单，我想环游世界啊，玩到这个世界都不知道玩什么，以后再去就是外太空玩。太爽了吧！啊，我还想要跟你有一个房子。你知道为什么会这么想要买房子吗？因为现在住的家虽然也是蛮漂亮，但是是租的，就是不能任意布置。我想要跟你有一个我们一起完成的一个家，但是我觉得不一定要在台湾，因为台湾真的太贵了，一边世界旅行一边看，哈哈，不然最后就盖个树屋。会吧，可是我觉得你妈其实是很好相处的，我觉得她只是有她的想法而已，她很保护女儿。我有你这么漂亮的女儿，我应该也会超级保护吧。我现在都在想说，如果我女儿超漂亮，我都不敢给她去上学校了。我觉得已经不算是婆媳问题，可能会是家族问题。我本身不爱喝酒，然后你们家就是原住民喝酒仪式很多，然后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 open mind， 因为这不是我习惯的环境。然后我其实本身也算是蛮熟悉的，毕竟也不算是一个很好会带领我融入的人。没有啦，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融入的方式就是跟着一起喝酒。就我觉得有的想说要不要学你妈，你妈就是也不喝酒，然后就会跟大家拉低赛。对，可是我其实不会拉低赛。我比较喜欢坐下来一个酒吧，然后就是我喜欢聊很多。你那个是成熟大人的聚会，也不是吧？我觉得只是习惯不同。我会担心你的家人会不会觉得我这个臭平地人自视甚高吗？怎么样？我会担心，然后可是我就没有那个意思，我只是不习惯。对。我一仗也好，也差不多跟你一样，不太会讲话。我对也会蛮担心，就是会被你们家族的边缘人。哦，我一仗的确现在都没有再过来我们家，还在学习中。我在想想办法。如果有谁有互相是友好，但是实在是混不了一起，可以告诉我这个方法吗？我不知道怎么办。婆媳问题我倒是觉得还好，但是我觉得我可能真的没有办法住在同一间。哦，因为我妈一直很想要，就像透天这样子，然后就大家每一层就我哥一层，然后我们一层，然后他们一层，喜欢大家一起住在一起的感觉啦。我就可以住在附近，住在同一栋。我有几个亲戚是这样子，我觉得很可怕。付出的青春，我觉得要看我们那时候分开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如果不开心，我就觉得我浪费了很多时间。但如果是开心的话，我可能就会觉得算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吧。可能我会邀请你来参加我的婚礼，感谢你特别邀请。哇，我真的把你打爆！你的婚礼，你以后嫁的人如果不是我的话，你会邀请我去参加你的婚礼吗？看你想不想来吧，我就会一个礼貌性发。哇，我也是礼貌性问你一下，为什么就要把我打爆嘞？你刚刚感觉比较像是，我结婚了邀你来哦，来看看呢。我才没有嘞！你每次都讲，你每次都觉得我才没有。你在乌鸦嘴、烂问题，要乌鸦嘴啊！我想不到问题了没？你最哈啊，我最哈你啊！我身材也没有，就是我只是瘦而已，我也不是大奶，也不是翘屁股，也不是什么的哦。没有，你有翘屁股啊？我没有喜欢大奶。洗衣机洗好了，你的美颜已经是绝世美了吧？至少是北台湾 Top 5了吧？你看你的美，我们的洗衣机都在唱歌哎。目前没有看过什么觉得比你漂亮的。我觉得还有一个相处舒服，但是我觉得相处舒服这个东西好像是刚好，就是我一直觉得自己是有点被动的人，但是我其实好像是一个非常主动的人，我会需要别人建议，但是我根本就只会听别人的建议。不是我会听，我会。他等于说这样，你觉得这样怎么样比较好？然后就说，这不是抱怨时间，就是我会想听建议，但是我会参考，但是直接去 follow 他我不行。然后我觉得感情上也是，我就是比较主动的人，你就是比较被动的人，也是个性上适合吧。至少那时候是没有遇到比你好的啦。不要那么吵，认真的。啊，4年了，真的是无话可说哎。好吧，我觉得可能就还是那句话吧，就是我不是最厉害，但至少我是最爱你的。可以啦，我很满意你写给我的信。那你有想对我说什么？很谢谢你愿意为了我们一直让自己变好，然后我觉得我也从你身上学到很多，例如稍微活在当下，珍惜已经拥有的，然后不要一直去看那些自己还没有的东西，算是在你身上学到的一些。怎么啦？你也想跟我说话？虽然现在还没有正式结婚，也还没有孩子，可是我们有满满跟春春，很开心你跟我一起有一个家。嘿，爱哭吧，我就是情感比较丰富的人。亲一个，我不哭了。
爱哭的人是小猪。本来就是当了2年的小猪。好。最后，谢谢大家一起把这部片看完，这是我们的一个4年这个阶段的一个记录。希望这部片能多少给大家一些参考哦。还有谢谢跟着我们一起4年的贝果，真的耶，我们真的有发现，真的有贝果跟着我们4年了。不管是新贝果还是老贝果，我们都真的很谢谢你们，还一直在我们身边。真的，希望大家都可以越来越好，成为一个。好累哦，天哪！拜拜，拜拜。烦不烦啊你？你看那里，你烦不烦啊？你烦不烦啊？